门后明明是堵死胡同的砖墙，怎么会有人敲门？这装扮，剧组拍戏走错门了？不对，这么浓的血腥味儿，还有这深可见骨的刀伤，绝对不是道具。这是何处？你是人是妖？你才是妖呢！这我家两元店，你谁呀？怎么进来的？再不说话，我报警了！救命！哎，你别碰瓷，我店里有监控的，你这伤不是我弄的。不是救我，求仙姑赐一口水，我阿妹快要渴死了，全族都在等水。这干裂的嘴唇和脱水状态，不像是演的。眼看就要出人命了，水是吧？你等着，给水，还有吃的。这是何等神物，如此晶莹剔透，竟如仙家琉璃一般。这里面装的可是天池甘露。什么琉璃，什么甘露，这就是1块钱1瓶的矿泉水，瓶盖拧开就能喝。还有这个饼干，撕开包装袋咬着吃，非常顶饿。拧开。这份恩情，顾长渊没齿难忘，他日必当以死相报。我家后门通穿越了，我的个乖乖，这玩意儿不会是真古董吧？林和，10万块把这破店的转让协议签了，拿着钱赶紧走人。李泽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心高气傲的前女友，守着这么个卖破烂的店，连下个月房租都交不起了，还在装什么清高呢？李泽，你今天出门是没刷牙，还是把脑子忘在你新主子的宝马车里了？我这店就算倒闭关门，一把火烧了，也轮不到你来接盘。林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房东都已经跟我谈好条件了，你现在交不出房租，明天就会被清退。这10万块钱是我看在过去的份上赏你的，别不知好歹。赏我？带着你的脏钱，还有你这身租来的西装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这店只要我还没签字，他就姓林，滚！明天我就让房东带人来清场，我看他能硬气到什么时候！林和，你给我等着，明天我看怎么哭！狠话是放了，但明天房东真带人来清场，拿什么顶？齐老板，帮长眼看个小玩意儿。林老板。你那2元店里的塑料玩具就别拿来逗我了。这光泽，这包脏，我的老天爷，极碜羊乳白玉，这雕工，这走线，绝对是大周皇室御用的盘龙纹啊！齐老板，这玩意儿能值多少？林老板，这东西来路正吗？祖传的。好，一口价300万，你要是点头，我立马走公对公账户给你打钱。这种开门红的物件，我不赚你差价，就当交个朋友。行，转账吧。原来跨界做生意这么暴利。仙玉，救命！又怎么了？你妹妹没喝那瓶水吗？仙姑赐下的琉璃甘露与辟谷仙丹，确有起死回生之效。舍妹饮下甘露，已无大碍。但就在刚刚，天降暴雨。下雨是好事啊，你们不是旱灾吗？可这雨太大了，气温骤降，寒风刺骨。我族中老弱妇孺本就虚弱，如今衣不蔽体，若再无火取暖，会冻死大半。我们的火结子全被暴雨浇受，根本生不起火。仙姑可有能在狂风暴雨中生火的仙家法宝？能在风雨里生火的东西？有啊，这个叫防风打火机，2块钱一个，火力猛，只要不是泡在水里，基本都能点着。此等小巧之物竟能生火，这不需要碎石击打吗？打什么碎石？天火，这竟是天火！不食而火，一触即发，这等威力，若非仙家法器，世间怎会有如此神物？行了，别大惊小怪的，小心烧到眉毛。这玩意儿就当是昨天那块玉佩的天头了，拿去救人吧。仙姑大恩，顾氏一族永世不忘。世子回来了，世子。没有柴火，火镯子也都湿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冻死在这里了？都看好了！天火！世子求来了天火！苍天有眼，天不绝我顾氏啊！世子不好，
霍光引来了黑风寨的刘匪。哟，还以为是哪路的肥翔，原来是逃荒的叫花子。男的全宰了，女的带回去过冬。凭我现在这副残躯，根本挡不住上百刘匪的屠刀。仙姑，求见神兵！刘匪要屠我全族！神兵？这满屋子全是义乌烧商品批发来的便宜货，哪来的神兵？仙姑，刘匪残暴，若无神兵相助，我族今日必遭灭顶之灾！哎，别动不动就下跪！对方上百人，刀棍肯定没用，得是大范围有奇效的东西。神兵是吧？有。就这个。你别看它粉，这玩意儿威力大着呢。看到这个按钮没？对着刘匪的脸用力按下去，千万别对着自己人。还有，喷完趁他们瞎的时候，用这2把刀补刀，快去！仙姑赐物必是诸魔神器。男的全杀光，一个不留。世子，危险！拿个粉色的香囊就想挡爷爷的刀，找死！我的眼睛啊！火，有火在烧我的眼睛！毒烟，是毒烟！他手里的粉瓶子能喷毒龙吐息，快跑啊！仙家法宝，果然恐怖如斯。护卫听令，杀！仙姑赐下神兵，常远已将刘匪悉数剿灭，效果还行。何止还行？那粉色法宝一出，方圆10丈，灵气尽散，万物归寂。还有这仙家神刀，削铁如泥，锋利无比。废话，现代不锈钢对付你们的破刀片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行了，人没事就好。你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可要关门睡觉了。仙公且慢。常远剿灭刘匪后，抄了他们的老巢，一点薄礼，全当谢过仙姑借兵之恩。这是刘匪劫掠多年的金艇，共计100两，不知可够偿还今日神兵之恩。100两，按现在的金价，这又是一笔几百万的巨款，够，太够了。顾世子，咱们以后就是长期合作伙伴了。你缺什么，我这里都有。多谢仙姑，那常远先行告退，族人还需安置。发财了，这回是真的发财了！渣男，你不是要明天带人来清场吗？明天姑奶奶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硬实力。女士，您眼光真好。这款车现在走分期的话，手续今天能办完吗？能，绝对能。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扔出去，动作快点。李少，这林和电话也不接，咱们还没到最后期限就直接清场，万一他闹起来，怕什么？他还能翻了天不成？他要是敢闹，我就让他在这条街彻底混不下去。李泽，你快点弄完，这地方一股霉味儿，我都快喘不过气了。娇娇，你再忍忍，马上就好。这车少说也得100多万，谁会开着这种豪车来这种破旧的老街？李泽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店里的东西？林和，你怎么会在里面？刘叔，这间商铺你之前挂牌出售，说多少钱肯卖来着150万。好，账号给我，150万全款。这铺子我买了。买了？怎么嫌钱咬手？不嫌。现在这间铺子的产权是我的了，带着你的人还有你的新主子，立刻从我的地盘上出去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林和，你昨天连几千块的房租都交不起，今天哪来的150万？还有这车，这肯定是你租来充面子的，对不对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喜欢穿租来的西装装大款？看清楚，全款现车，写的是我林和的名字。李泽，你不是说你前女友穷的响叮当，随便就能踩在脚下吗？你连个开2元店的都压不住，还让我跟着你在这丢人现眼，真是个废物！我们完了。娇娇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娇娇。要解释滚去别的地方解释，再敢踏进我店门一步，我告你私闯民宅，滚！有了自己的铺子，接下来的生意可以放心大胆的做了。
喂，110吗？我要举报，有人在那条老街上开着豪车贩毒。世子，前面就是死亡旱区了。我们刚才为了躲避流匪，水囊破了大半，剩下的水根本不够全族人撑过这片旱区。滴水不胜，酷热难耐，若没有能存下大量救命水的容器，全族人走进去就是死路一条。原地休整，我再去求仙姑。都停下手头的事儿！市场安保联合稽查。队长，就是他，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穷光蛋，今天突然全款买了一辆保时捷，还花了150万买商铺。他店里肯定藏着见不得光的东西，赶紧搜！林女士，有人实名举报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及销赃，请你配合我们的例行调查。警官，配合调查没问题，但如果查出我是清白的，这位带头闹事浪费警力的李先生，是不是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？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嘴硬。队长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安静。女士，请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巨额资金来源。队长，这是珠宝店的正规黄金回收合同、成色鉴定证书等等，所有手续合法合规，欢迎随时核实。不可能，哪来的那么多黄金去回收？一定是假的。李泽，经核实，林女士的财产来源完全合法，反倒是你捏造事实，已经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，把她带回所里，按处罚法拘留。不，警官，你们查清楚啊，他怎么可能有黄金？顾商子，刘匪不是解决了吗？怎么又弄成这样？仙姑，流匪已灭，但天罪难违。我族人刚躲过暴雨，却迎头撞上了一片死亡旱区。旱区？那你们赶紧走出去啊！走不出去的，烈日当空，寸草不生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在逃避流匪时，族中的羊皮水囊破损了大半。原来是缺装水的东西，我当是什么绝境呢？要存水的容器，你看那边够不够？这是塑料水桶，很坚韧。竟有如此宝物，行军储水，再也不用担心容器破损。2块钱一个，那个5块，拧开就能出水。仙姑造化之恩，长渊没齿难忘。快，用这些仙家闪宝把水装满。天哪，如鸿毛，口之无声。那是黑沙豹！来了，黑沙豹来了！所有人向我聚拢！这仙布竟坚如磐石，若是做成铠甲，岂不刀枪不入？仙姑随手扯下的包装布，竟然都是这等防御之宝。活下来了，我们没死。世子，大家脱离严重，老朽这手脚不听使唤了。大家是汗流的太多了，只喝水救不了命，必须立刻补充盐分。我这里还有仙姑赐下的仙丹。世子，这红油流淌一普秘之物是何种仙草？仙姑说，此物叫辣条，乃是补充体力、起死回生的无上补品。每人分食1节，快！好烈，好烈的药效！老朽体内仿佛有一团烈火在燃烧，抽筋的手脚就瞬间有了力气。这定是传说中的仙家火灵根，我感觉现在能打死一头牛。仙姑大恩，赐我的火灵根，提拔前的。那是琉璃，足几十件体型如此巨大的纯色琉璃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把琉璃留下。休想！除了琉璃，这群刁民一个不留！放箭！仙姑，500乱军铁骑将我们包围了，他们要抢琉璃，还要放箭。500骑兵，黄狼喷雾太短，菜刀不够，得用能大范围震慑这帮古代人的东西。顾长渊接住，这车底下有个开关，你推到开字那边，扔向马群，然后用这小黑管按住，照他们眼睛。请仙家神兽显灵！那声在咆哮，他在念什么咒语？发什么？都给我稳住！神明显灵，饶命啊！我等愿降。500铁骑竟被仙姑的2件小玩具，不费一兵一卒就彻底击溃了，这是何等的降维打击！顾世子，你这是？这尊大鼎是乱军从大墓中掘出的重器，长渊借花献佛，以报恩德。这是西周青铜鼎，在现代这可是国之重器，买卖可是重罪，烫手山芋啊！这东西不能走正规渠道，只能找地下黑市。赵叔，是我小林，
手里有个大物件，深坑的，看纹路是西周的重器。你那边能走黑市的路子吗？西周的重器，小林啊，这东西很烫手，你现在在店里吗？我马上带几个长眼的师傅过去看看。不对劲，平时都去茶楼，今天怎么主动要求带人来这儿？语气还这么虚。林老板，听说你最近发了笔横财，不仅全款提了保时捷，店里还藏着个商周的青铜鼎。强哥消息挺灵通啊，老赵把你招来的。别怪老赵，他也是要吃饭的。李泽进去前发了信说有大货，我本不信，没想到你还真能搞到这种好东西。这东西是我祖传的，不卖。强哥带这么多人堵我的门，是打算明抢吗？这可是法治社会，老街到处都是监控。监控？哈哈哈哈哈！林河，你出去看看，这条街的电闸刚刚已经意外跳闸了，这里现在没网也没电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把卷帘门给我拉下来，今天这顶我必须带走。林老板若是配合，我给你留条活路；若是不配合，就委屈你跟兄弟们走一趟了。我的眼睛，臭娘们儿，敢耍花招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把门砸烂，连人带顶一起给我拖走。这帮人是动真格的，一旦门破，我撑不了多久。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给我把他绑了！伤仙姑者，死！林河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在哪儿雇了个玩角色断宴的群众演员？别管这京城病，连他一块儿打！真家伙，放肆！仙姑，此等恶徒如何发落？干得漂亮，顾世子。不用脏了你的手，把他们扔出去，交给安保人员处理。又怎么了？仙姑，大劫又至。又怎么了？你们不是刚走出沙暴，还收编了乱军吗？旱极生寒，大雪封山，若无御寒物，今夜族人恐将全部冻死。保暖是吧？你等着。你看这些够不够？这暖水袋拿回去装开水，抱怀里御寒。仙姑救命之恩，长渊唯有以死相报。赶紧拿回去救人。叛贼顾长渊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传陛下圣旨，顾氏一族就地正法，寸草不留。放箭，烧死他们！世子，快躲开！哈哈哈！顾长渊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拔下那个环，捏住把手，对着火苗的根部喷。护卫听令，一人拿一个神筒，随我灭火。世子，这红色的铁疙瘩能灭这么大的火？仙姑赐物，绝无虚言，照做。我看我喘不过气了。这妖孽能呼风唤雪，快退！妖术，这顾长渊必定是使了妖术。世子施展了冰雪仙术，天火不侵。他们阵脚已乱，随我杀出去。妖术又如何？在绝对的铁蹄面前，皆是齑粉。世子，挡不住的，您快走！顾世子，火灭了吗？火灭了，但敌军重甲骑兵已经发起冲锋，我们无险可守，求仙姑再救我一次。重甲骑兵没有巨马，对付马蹄子不能硬挡，得让他们滑倒或者踩到受不了的东西。顾世子，把这些全部抱走，出去之后立刻平铺在雪地里，上面再撒满这个。世子，铁骑不足100步了。所有人，将这些仙家法阵铺在前方30步的雪地里，快！把袋子里的琉璃珠全撒上去，一颗不留。退后，隐蔽。哈哈哈！想用几块破布阻挡我大周铁骑，给我踏平他们！痴人说梦！啊！我的腿，战马起不来了，这是什么妖阵？这不可能！
不用巨马，不用壕沟，仅凭一层铺在面上的物件，就破了我大周重装冲锋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顾长渊，你到底招惹了什么神仙？仙姑赐下的法阵，竟恐怖如斯！天赐良机，趁他们人仰马翻，给我杀！仙姑神机妙算，那纸烟板与琉璃珠布下的陷阱，简直是重骑兵的克星。500玄甲铁骑，全军覆没。仙姑接连救我顾氏于水火，此等大恩，长渊无以为报。长渊审问了敌将，缴获了随军的一整箱御赐金银珠宝，特献于仙姑。顾世子，你这也太客气了。仙姑若不弃，日后长渊打下的每一座城池，缴获的每一分财宝，皆有仙姑一半。如果100块的防狼称帝，几十块的塑料水桶，在古代叫的将是成吨的粮食和现代化的基建材料，而我这间小小的2人店，无论如何也是装不下那些东西。顾世子，合作愉快。不过我这间小店快要装不下你未来的野心了。你尽管在你的世界开疆拓土，至于我要去盘下一个大型汽配称，给你做最大的跨界后勤基地。利用那一箱珠宝隐秘变现盘下这里，后勤基地总算有模有样了。万事俱备，就等古代的大客户上门了。仙姑，您的仙府变大了，生意做大了，换个大点的地方。顾世子，看你气色不错，这是走到哪儿了？托仙姑洪福，长渊已带领族人和收编的兵马，正式抵达了朝廷早年分给我的封地北荒城。那不是挺好，有地盘了。好什么呀？这北荒城本就是大周最孤寒偏远的流放之地，连年大旱加上雪灾，城墙倒塌大半，城内寸草不生。我们住民饿得带了些口粮，但也撑不了多久。要在废土立足，就必须在春冻化开前解决春耕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城内连最基础的铁制农具都没有，没有锄头，没有犁，这坚如磐石的弄土，用手刨根本刨不开呀！更何况这极寒之地，就算种下种子，幼苗也会被夜里的霜冻直接冻死。就这，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。没有铁器，怕幼苗冻死。这是何等神铁？如此纯净的银光，毫无杂质。这叫不锈钢，不生锈，够硬。这里是1万把，够你们全城人刨地的了。至于你说的怕幼苗冻死，这个叫大棚膜，你拿回去用竹竿撑起架子罩在上面。仙女，此物如此轻薄，能挡住北荒的极寒夜霜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玩意儿白天能让阳光透进去给土壤加热，晚上能把热量锁在里面不散出去。有此等神物，别说是北荒的冻土，就算是把石头种出花来，我也信。仙姑，打住！赶紧喊你的人来搬货。全军听令，进殿运神铁。老天爷，这锄头比老朽以前用过的砍刀还要锋利，世子果真是神仙下凡，有这等神器，何愁冻土不破？世子，不好了！城西的流民营突然爆发了可怕的恶疾，上吐下泻，一晚上的时间已经死了几十号人了。世子，此乃天降瘟疫啊，没救了，传染极快，一旦染上，必死无疑。封锁城西流民营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每天都有上百具尸体被抬出来，这样下去，城池必毁，凡间药草无用，唯有再去求仙姑。仙姑，救命啊！北荒爆发了瘟疫，大夫束手无策，城中已经死了几百人了。什么症状？上吐下泻，浑身起红斑，高热不退，听着像急性肠胃炎和发热。这在古代虽是绝症，但在现不过是抗生素和退烧药的事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弄药。红白相间的是消炎杀菌的，白色的药片是退烧的，一人1天吃2次，每次1粒，必须要用煮沸过的开水吞服。还有这个大杀器，这是补充人体抵抗力的仙丹，你拿回去之后，找口大缸装满水，把这个黄色的药片扔进去。这药片扔进水里，有何神异之处？你扔进去就知道了。世子来了，世子带着大夫来了。乡亲们，不要怕，本世子从仙姑那里求来了仙药。这瘟疫乃是老天爷降下的神法，凡间的草药根本无用啊！无火而沸，这水竟然自己烧开了，金光翻挡，异香扑鼻。这不是凡水，这是圣水啊！神迹降临了！老天爷没有抛弃我们，世子求来了真正的仙家圣水。没有加热，水竟能剧烈沸腾，仙姑的法宝真乃神仙手段。所有人，每人领1碗圣水，配合这红白双色的仙丹，一同食下。退了，高热退了，红斑也在消退，
世子真乃神人，这简直是活死人肉白骨的无上神物啊！北荒有救了！但此等仙法重器，一旦传入朝廷皇帝的耳中，也必将招来更可怕的杀机。反了，反了！顾长商竟然在北荒妖言惑众，蛊惑人心。顾长商不仅没有在北荒饿死冻死，反而妖术频出。他能让冻土长出怪粮，能凭空变出仙丹圣魁。传朕旨意，调遣镇大北军10万，今日开拔，围剿北荒。城里的人听着，顾长渊勾结妖孽，祸乱朝纲，只要投降，可免一死；否则，大军困城，断绝粮草，把你们活活饿死在这片废土上！饿死我们，天大的笑话！饿死。若是在1个月前，我们的确面临断粮绝境，但现在，传我将令，开窑挖粮，生火架锅，让城外的弟兄们闻闻味儿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，像是肉，还有一种没闻过的粮香。妖法，这绝对是妖法变出来的障眼法！都别闻了，那是毒气。世子，敌军虽被咱们的伙食缠得不轻，但毕竟有10万人，咱们城防残破，要是他们强攻，咱们这点人手恐怕守不住啊！强攻，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。攻城为下，空心为上。联合女士，请问您最近是否遇到什么可疑人员？被拘留的李泽供出一个叫强哥的头目。那天强哥确实带人来闹事，但被我雇的保镖打跑。林女士，那个强哥被移交重案组了，但他们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走私文物利益链，多加小心，有异常立刻报警。青铜鼎的事虽压下去，但我突然报复和扩张仓库的动静，恐已引起更上面或特殊部门的注意，得加快速度了。必须尽快建立一套完美国贸业国外壳，把所有金和物资来源彻底洗白。仙女，敌军10万压境，长渊已按您吩咐将土豆炖肉香味飘去，敌军士气大乱。接下来该请您的攻心神器登场了。好，把那些大功率广场舞音响全都架到城墙上去。另外，我发给你的那个仙家玉符插上了吗？里面的录音可是我用现代 AI 技术完美合成的。一切准备就绪。那是何方妖孽，将我五脏都咬碎了！天罚，是老天爷降下的神音惩罚我们。本帅乃镇军大统领，众将士听真，朝廷粮草已绝，本帅以司门军饷，尔等皆为弃子。帅贪墨，他要饿死我们，不如反了！反正也是死，不如反了！妖术！顾长渊，你安敢如此辱我？全军听令，给我不惜一切代价强攻北荒城！世子，他们狗急跳墙，开始强攻了。仙姑赐下的攻心器效果极佳，接下来该请仙姑的灭世雷法登场了。杀！攻上城头，活捉顾长渊！世子，他们上来了！点火！天，是九天神雷，神明发怒了！救命啊！天罚降临了，快跑！不许退！谁退我砍了谁！那是妖术！你贪墨军饷，要饿死我们！现在又让我们来顶天雷，杀了他，拿着他的人头去投降！你们干什么？誓死为伍！10万大军，仅凭几个喇叭和一堆烟花就直接覆灭。有此等神仙手段，天下谁能阻我？动静闹得太大了，资金流转已经引起了媒体的注意。仙姑，10万大军已破，北荒之围已解，长渊已收编降卒5万，从今日起，整个北方再无朝廷立足之地。干得不错，顾世子。不，现在应该叫你北地霸主了。全赖仙姑赐宝，长渊准备乘胜追击，挥师南下。朝廷早已腐朽，长渊欲扫平乱世，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。那些降卒的兵器太过老旧，大军开拔，长渊需要不锈钢神铁，可否再赐几万斤，让长渊打造一支无敌之师？顾长渊，你要的金刚我可以给你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但是我的时间不多了。仙姑此言何意？我在你们那个世界呼风唤雨，但在这里已被盯上，很快就会引来彻底的调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扇门能量快耗尽了。它随时都有可能永久关闭，我们之间的交易必须进行最后一次，也是最大的一次结算。永久关闭不可，那我便再也见不到仙姑了。若是仙门关闭，长渊如何还能再见仙姑尊容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3天，我只有3天时间，我要把我的整个商业帝国彻底洗白。
而你3天，仙姑这就要抽身离去了吗？拿你大高潮最值钱、最能镇得住场子的东西来换，我给你万吨金刚，助你打下这个天下。世子，10万大军已归降，粮草已被我们接管。世子，老朽等气血尽焉。黄袍加身，若失去了仙姑的金刚与神物支援，我保得住大玄的百年太平吗？如今大周气数已尽，世子有神明现化，能降下仙丹神铁，乃天命所归。臣等恳请世子黄袍加身，一统天下。仙姑3天后便要关闭仙门，若是没有万吨神铁支援，登基称帝又能如何？没有仙姑庇护，即便打下这天下，又拿什么去抗衡未来的各种天灾人祸？登基之事暂且延后，传我命令，即刻将我们在各地缴获的所有古董、金银，甚至是前朝皇陵里挖出来的重器，全部装箱。飞马，我要亲自去一趟大周皇陵，把大周历代皇帝藏在里面的那件东西取出来。仙姑要最值钱的，那我就把这天下的命脉送给他。世子，您这是？我要用这天下的命脉，换取能保大周百年太平的万吨神铁。林总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们在海外注册的几家空壳贸易公司已经完成对冲。您之前变现的那些黄金和珠宝资金，都已经通过海外艺术品投资的名义合法转化、洗白，并金属转入属于国内公司账户。资金渠道全部对冲洗白，警方和盯着我的那帮人查不出任何破绽，第一步成功了。那些盯着我的人呢？警方那边因为我们提供了所有来源的合法税务证明，调查已经彻底结案。至于那个实名举报您的李泽，既然你想搞死我，那就别怪我让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我们查到他名下有一家皮膏公司涉嫌严重的税务欺诈，我已经把证据匿名提交给了经侦大队。做得好，现在停止一切资金外流，把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给我砸进国内的废旧钢铁市场，给我买不锈钢板材，甚至是退役的防刺服，能买多少买多少，3天内全部运到我指定的仓库里。林总，你要干什么？现在全仓压进去风险太高了。照做就是，出什么事我担着。顾长渊，你可得搞快点啊！仙姑，长渊带大周镇国之宝前来，求换万吨神铁。仙门要关了，仙姑，这是长渊拿出的全部身家，大周传国玉玺。这是长渊亲率500死士，连夜杀入皇陵，从历代仙骨的供桌上将此物取下，连同身后这几十车金银古董，换仙姑最后的恩赐。这可是传国玉玺，要是拿出去，绝对能震惊整个世界考古界。顾长渊，这玉玺你自己留着。仙姑，您这是何意？难道仙姑觉得这天下命脉比不上那些金刚？这东西在你们那个世界是天下命脉，在我这里，它只是一块烫手的石头。你要当皇帝，这块石头就是你名正言顺的凭证，没有它，你就算打下天下，也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反贼。仙姑，这全都是神铁。那几十车金银古董我收下了，但这玉玺就当是我给你的登基贺礼了，赶紧搬！仙姑大恩，长渊，别婆婆妈妈了，门要关了！快把所有神铁和仙甲全部运回北荒。仙姑，若有来生，长渊愿结草衔环，做牛做马。做什么牛马？好好当你的皇帝，别给我丢人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也不知道那家伙当了皇帝，是不是已经后宫佳丽3000了？3年了，心里竟莫名有些失落。嘿呦，3年不见，顾世子这身行头挺拉风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林老板，说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朕把天下金矿都带来了。看来这钱在那边混得不错啊！大玄朝的开国皇帝陛下，全赖林老板当年赐下的万吨神铁。长渊用那些金刚打造了10万大军，1年平定北方，2年横扫江南。如今大选已定。天下定了，那皇上的后宫想必也充实了吧？3宫6院，佳丽3000，怎么还有空找我这个卖破烂的？林老板明鉴，
长渊这3年日夜操劳国事，后宫空无一人。若无你点头，大玄绝不立后。行了行了，逗你呢。既然时空通道重新稳定了，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接下来的生意了？长渊正有此意。大玄虽然一统，但连年战乱，百废待兴。长渊想与林老板建立永久的商贸，我们需要大量修筑堤坝的水泥，需要能拉动重物的拖拉机，还需要上次那种能治愈瘟疫的仙家医术和药物。这哪里是进货单，这简直是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基建大蓝图。顾长渊，你这胃口可不小啊！要搞这些基建，需要的资金可是个天文数字，你拿什么换？大取倾国之力，天下已经在光目玉石那边划出了一座城，作为2界通商等的专属重镇。成交！从今天起，林氏集团成立跨时空事业部，专门对接你大玄朝的订单。我要让大玄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古代帝国，也要让林氏集团成为2界唯一的神级财阀。无论喝多少次，这名为可乐的黑色仙水依然让人觉得神清气爽。行了，顾总，别感慨了。大玄朝第一批基建材料已经全部送达，你们那边的天然金棺也已经入库洗白。那么，大玄朝的开国皇帝，我的顶级合伙人，明天想卖点什么去大玄？只要是林老板卖的，大玄全要。